嗨，伙伴们，今天这期视频咱们来聊一下外挂这个话题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荒野行动推出新活动后，我们4人小队也来凑凑热闹。毕竟总玩一款游戏也是会腻的。落地之前，我们已经发现3名对手，不过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以我们4人的能力应付他们绰绰有余。拿到一把冲锋枪后，我首先发现一个，很轻松就解决了它。毕竟这个礼拜我一直在玩荒野，对各种武器的性能和弹道都有了一定的熟悉。但很快，我们的叶师傅落地成盒，大家请记住这个名字。他就打我3枪。然后呢，我开始向杰西和狐狸的位置转移。他们平时玩这个游戏不多，需要我去保护一下。当然，在这种空旷的地形下，我一般非常小心，基本是看了又看，听了又听，没有问题后才会行动。不过走到半路，突然就听到一声枪响，子弹离我很远，并不能判断是打我的。但下一枪我明白自己被盯上了，我开始向后转移，打算利用前面这棵树掩护自己。然后按照枪声来源，我基本判断出了他的位置，应该就在这个窗口。所以我开始利用点射进行火力压制，不过很快就被击倒，变成盒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并没有对对方产生任何怀疑。其一，我没有戴头盔，是很可能被一枪爆头的；其二，他的枪法总体来说并不算太强，从前面的几发狙击子弹可见一斑。所以我开始观战，让狐狸和杰西小心一些，这里可能有高手。他俩藏得很好，但杰西还是莫名其妙中了一枪。随后狐狸的位置突然被丢上了一颗毒气弹，我并没看清楚他是如何被发现的，也许是之前无意间暴露了位置。他楼下出现脚步声，似乎想攻楼。作为一个荒野新手，狐狸此时是有点慌的，一慌就容易冲动，所以他直接跳了下去，却没发现背后有人，然后就被攻击了。狐狸更慌了，准备找个地方藏起来，不过就被一枪爆头。大家注意左上角的淘汰信息，狐狸和杰西是被同时淘汰的。不过淘汰他们的是2个人，所以这个时候仍然无法怀疑什么。只不过淘汰狐狸这人的名字我很熟悉，因为我和叶师傅也是被他爆头的。实际上这事我们并没有放到心上，落地成盒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也没有怀疑别人开挂。玩这类游戏除了技术，运气成分也很重要。直到第2天，我收到一封系统邮件，就是这一封来自 GM 的邮件。信上说，昨天晚上淘汰我的玩家被检测到存在使用外挂行为，当前已经进行永久封禁，而这个玩家的名字就是上面我们看到的那个。其实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是有点懵的，因为之前并没有怀疑那名玩家是外挂，只以为是我们不熟悉游戏，技不如人。但之后却有点感动，这也是今天发这期视频的原因。这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官方对外挂的态度，他们一直在认真的做反外挂这件事情。同时发这期视频的另一个原因是，这些天真的快被外挂打崩溃了，要不就是在赌球的时候被人家4枪团灭，要不就是藏得好好的，突然就飞过来无数手雷。但这些素材我不敢做视频发出来，因为缺乏证据会被骂，被键盘侠喷，会被喷打不过人家就说外挂。但很明显，开挂者就存在于我们左右。说到这里就要聊一下另一个话题，大家都说10个主播9个挂，还有1个正在下，我并不敢苟同，因为我认识的朋友，比如老司机他们都是不开挂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哪怕落地成盒也是乐趣，我们追求的是真实，而不是单纯的秀技术。但是呢，就是有一帮主播为了追求人气，经常来个落地几十杀，甚至8、9、10杀吃鸡，然后就带偏了节奏，让一帮对游戏本不太熟悉的玩家跟风追捧，导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技术。长期以往，从而让整个游戏圈的风气变得越来越糟。说了这么多，回归本题，其实外挂是每一个多人游戏不可避免的话题，而玩家们怕什么？就怕官方破罐子破摔，就比如端游绝地求生。所以本次荒野行动的邮件真的很让我感动，特别是我并没有举报，而是系统主动处理的。好了，废话了这么多，最后再真诚的和某些开挂的玩家或者主播说一下，试一下不开挂玩游戏真的挺好的，最起码内心不会在某一刻莫名的痛，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在爱着我们所玩的游戏。